迎收看 FJ234啊！今天要講同志就必須死的那30年。30年是什麼樣的時代呢？讓我們來娓娓的道來今天要講的故事啊。好，那在2026年的現在，你不覺得我們現在看同志電影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嗎？是，就是沒有這種大驚小怪的感覺。對，你看我們前陣子紅的有《我和鬼變成家人》那件事，刻在你心裡的名字。但是你有想過，有30年間電影裡面只要出現同性戀，他的下場就是死，不然他就得當殺手，不得善終。同志一定要是負面的感覺。对，是的。那我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講講這一個30年間同志電影的故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好，同志得死這件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發生在1930年的時候。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呢？是因為1930年的時候，整個世界是進入一個經濟大蕭條的時代。是。片場還是要拍片，可是片場沒有錢拍片了，那片場要跟誰借錢？跟銀行借錢，跟保守的人借錢。那保守人就說：好啊，你要跟我借錢可以。但是你就是不得拍一些我覺得不入流的東西，同志的東西。什麼東西？对，同志東西就是不入流了。不入流的不只是同志哦，然後例如說接吻不能接超過3秒，也不能有太露骨的性行為的描寫啊，等等之類，或者是違反倫理道德的東西。那其中有一條就叫做性變態，同志呢這個東西就到性變態裡面。為什麼沒有同志電影的老片？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海斯法典的東西成立。什麼海斯？海斯法典。海斯法典是一個人嗎？海斯法典，你只要想，它就是一個校規，就是任何人你要拍電影呢，你就要通過這個校規，不然第一個是我不會借錢給你拍這部電影，第二個是我不蓋給你這個章，你就無法在連鎖戲院上映，那對片商來說是很吃虧的事情。所以為了要符合這個乖寶寶的規範呢，就會有一個審查員，你要把劇本給他看了以後，好，可以。這是符合善良風俗的蓋章過了才可以上映，所以就是那個時候的同志都得只能偷偷的在電影裡面出現。等一下，可是他報批的時候不就看到了嗎？所以偷偷的出現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能表明這個角色是同性戀哦，隱喻，或者是說你想偷渡一段關於同志的愛情，你只能說其中有一個人死掉了，然後這個人很想念他的一切。但是也不能講明，他就說他是我以前認識的一個朋友，我很懷念他，所以我把他遺物保持得很完整。然後只要裡面是有很明顯的同志情節，同志就得死。除此之外，不然你就是得是殺人兇手。同性戀一定要是負面的角色，對，不是死就是殺人兇手。為什麼？因為大家就覺得說同志是性變態，所以你在這部戲裡面演殺人兇手是很合理的事，就是海斯法典規定了這一條東西。現在還有海斯法典嗎？現在沒有這個東西了。為什麼會沒有這個海斯法典這個東西呢？是因為到1960年，這個社會開始有一個東西普及了。你覺得什麼東西普及？肥皂劇。很接近哦。喜劇。好啦，其實你說的都對，就是1950到1960年，社會上有一個東西開始普及，叫做電視機。人們都覺得說我可以在家看電視了。那這樣子電影院是不是就沒有人要去了？對，電影院沒有人要去的話，那片商要拿什麼賺錢？成也是海斯法典，敗也是海斯法典，怎麼辦？然後又加上開始有一個東西正式上路，叫做電影分級制度。在那之前，電影是沒有分級制度的。有電影分級制度，也就是代表說你在創作裡面，你可以隨便的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内容，反正電影是分級的。对，所以有這個2個東西之後呢，海斯法典漸漸就被人遺忘了。因為人們需要一些重口味的東西才可以吸引你進戲院。因為時代變遷。对，時代的變遷，对不对？但是海斯法典一直都不是一個正式的政府公文它就只是一個行內間的約定，政府也開始保障，就是說，這個電影的創作應該要保障言論自由，不應該有所限制。所以在那之後呢，才開始人們漸漸不把海斯法典當成一回事。所以那時候同志得死嗎？1960年後的電影就開始漸漸的比較不用死。你要想經過這30年，如果你是在那個期間長大的小孩子，你是個同志，你看電影，你覺得這個角色是 gay， 但他後來都死得很慘，你會是什麼想法？我也會死。你會覺得當同性戀是一件很悲慘的事，而且那時候沒有網絡。對，你看的電視就是同事就是死就是變態殺人魔，然後你就會開始覺得自己很彷徨。完了，我是同性戀，我是不是也會有一樣的下場？是，对，那30年就是這樣。所以當海斯法典一過以後呢，人們
就開始重新詮釋同志或者是說 LGBT 圈的故事這樣子。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洛基恐怖秀》這個東西？不知道。經典的同志劇嗎？它裡面有變裝皇後的元素，算是一個喜劇啦。解禁之後的一些小眾電影，對，小眾電影。後來呢，在這段期間呢，就有一些像商業主流的同志電影了，例如說有一個叫做《熱天午後》的電影。這部電影在講銀行搶劫。那你猜一下，你覺得這個人為什麼要去搶劫銀行？因為他想變性。你很厲害耶！《熱天午後》這部電影呢，在講就是一個男生，這個男主角是艾爾帕西諾，他去搶劫銀行的原因，就是為了讓他的跨性別伴侶做變性手術。然後前衛哦，很前衛。你要想，1970年就有這樣的電影，而且是改編自真人真事。是這部電影也有得到奧斯卡的提名等等之類的。後來你猜1980過後，1990啊，到了90這個年代，你覺得對同志圈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HIV 嗎？你很聰明耶！因為1990的那個同志亦凡人，他就把全部的，我覺得1980年跟1990他們是這個10年過了很多東西，過了。真的跨了一個東西，是他把什麼都演出来。对，當然也有幾部電影是在講說得了艾滋的同志，是湯姆漢克斯啊，就有演過一部電影呢，叫做《費城》。反正他就這樣，我知道，對，你也知道這部電影，他就這樣得了一個 HIV 的同志的人這樣。然後後來呢，就發生了一個東西叫做新酷兒電影浪潮。什麼是新酷兒電影浪潮？人們以前對於同志不是獵奇呀，就是地下化，不然就是殺人魔啊，變裝癖，或者是說我要得到大家的認同。其實同志是很陽光的。開始有一票導演出來說，其實你愛不愛我無所謂，我就是要拍，我只想拍我的生活是長怎樣。然後就是新酷兒電影浪潮，他沒有要讓大家覺得說同志好棒棒、陽光，或者是說同志很可憐怎樣怎樣，他就是在拍同志的生活。然後在這個電影浪潮裡面，就可能就例如說，好，我們是2個得了 HIV 的感染者這樣子，當時會覺得世界已經絕望了吧？在1990年的時代背景，對，那時候沒有那個藥，雞尾酒療法，所以我們2個就浪跡天涯，然後看到我們不爽的人，我們就殺。好瘋哦！對，那時候的電影是長這樣子，就是他敢這樣拍，我們要誰認同我啊？我剛剛說的那個電影叫做《末路紀事》啊，我知道。然後它裡面的男主角，就是你放到現在看，你都覺得這2個人是帥哥，就整部的畫面啊什麼的，我都覺得很有那種末日的感覺。什麼意思？末日感，很虛無，你會覺得現在看還有一種未來感。他在90年代拍，但你現在看還會有一種虛無的未來感。什麼是虛無的未來感？我覺得觀眾會跟我一樣不知道。現在看還是很高級的意思嗎？我現在看我覺得很高級哦，就像我們現在看 Elva 的 MV 一樣，還是一樣新的，感覺是一樣的意思嗎？可以這麼說，可以這麼說。對，好了，反正這就是大概整個同志的電影史。如果你活在那個年代，然後你要演，然後你也得死，你要演嗎？你會演？我會演。好了，反正我覺得很好，是同志不用死了。對，或者是因為現在的資訊很發達，我們也不會因為1-2部電影就覺得說哪個族群是怎樣的人。好了，謝謝大家。如果你覺得自己你聽得很開心的話，我們可以錄下一集，歡迎留言。福會多講更多故事的。下一集我在講亞洲的、台灣的。好啊，台灣的同志。說到同志。大家可以訂閱嘎嘎烏拉拉啦。哦，對耶，都是很多同志電影，然後以前他們也收錄很多很早期的電影。對。拜拜。